整个设备做得很立体，感觉非常的有震撼力。Welcome to Thank You to Trevor. 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 我们已经在慕尼黑逛了好几天了，今天是第3天的这个皇宫之旅。那我现在身在的这个地方就是马克思广场，这就是他们在17、18世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王，在巴伐利亚这边为整个德南地区带来非常大的建设。那后面这一间呢，就是巴伐利亚的国家歌剧院。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在那边，我们的重点是在这边。我们先过去那边看看慕尼黑皇宫的缩小版。那它这个占地呢非常的大，它前面呢这边是慕尼黑的皇宫，然后这边有一个慕尼黑皇宫的花园。像前面这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巴伐利亚的歌剧院。我们现在在这边，在这个门口这边，那我们要从这边进来皇宫的地点。那今天会带大家去参观整个皇宫啊，还有皇家歌剧院以及慕尼黑的花园。在马克思广场旁边就可以找到这个慕尼黑皇宫的这个入口了。看一下这边，这个看起来外面是蛮朴实的一个皇宫。这个皇宫到底里面会带给我们多少惊奇呢？那我们一起去参观吧。我们来到了慕尼黑皇宫了，这个是它的第一个展示品。它这个全部都是钟乳石洞下去雕刻出来的艺术品，看起来很像泰国的文化。这种不是只有在泰国才会出现的吗？怎么竟然在德国也出现了这个？在这条拱廊这边，这里曾经是最长的一条圆顶的拱廊，看一下这个深度有66米。后来被改建之后，它这里是被作为宴会厅所使用。看一下这边有一个那么长的一个桌子，大家是可以在这边办一些宴会的。经过了那个圆顶之后，现在上2楼，再继续等着我们去挖掘，看有没有更惊奇的一些事物。这个皇冠从来就没有戴过的，它只是摆在那边好看而已。然后它上面的那个钻石已经被拍卖掉了，现在这个都只是复制品而已。这就是安娜公主戴的项链。那一间这里是称为黑色大厅，为什么它叫做黑色大厅呢？它这个全部都是这种黑色的大理石，上面的这一幅画，在这个皇宫2战期间的时候是整个全部被摧毁的，但是没想到他们还可以把它完全的还原，它是直接画在屋顶上面。对，刚刚我们看完的这一排长廊，这些的房间呢，全部都是马克思国王在他的原本的皇宫被炸毁的时候，然后把它转移到慕尼黑皇宫这边，以当时的设计下去做建造的。这一间是皇宫最珍贵的一间房间了。这个在当时是慕尼黑皇宫是最大最贵气的这种造型。那它这里全部都是这种丝绸的壁画。看一下，还有这个柜子也是很气派。
刚刚经过了那一区，就是主要都是在介绍这个展览这些墙壁上的画作啊，还是天花板上的画作。那像我们现在走到中间这边了，这里还有一个古往的雕像。刚刚的雕像那边走过来之后，这里就是最重要的皇帝大厅了，非常大的一间，但是它这边完全没有开灯，现在已经接近下午了，灯光不是很好。看一下这边全部的这个壁画，都是这种丝绸缎面的壁画。这一间它就叫做 Stone Room， 为什么叫 Stone Room 呢？看一下它这边。整个它的这个墙面啊，还有后面的这些，全部都是大理石下去建造的。那在这边一样，这里是最为权威的一间房间了。它整个上面的这些油画啊，当初在2战的时候一样是全部都被炸毁了。那可以让它当初要帮它还原，这些都是非常有困难的。巴伐利亚国王最重要的一间房间了，这里就是在这边接见外国使节的。我们在这边可能禀报一些事情，还是可能要谈同盟啊之类的，就是在这边可以见皇帝的。在经过了刚刚的皇室的那几个石头房间之后，过来的就是一间皇室内的教堂了。这一个就是整个慕尼黑皇宫了，看一下这么大。我们刚才在外面找要如何进来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在外面绕了老半天，里面也绕了好几圈，完全找不到它的入口。原来它是在外围，它的这个博物馆要从外围进去的。我们现在要再去下一个它的另外一个歌剧院看看了。逛完了那个慕尼黑皇宫，是不是很惊艳啊？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圆顶的那个造型。哇，这个皇宫超大的，它就坐落在这个慕尼黑的市区里面，一直在这个它的范围里面迷路。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下一个景点了，就在这边 Theater 这么小，刚刚经过了好几次都没有看到，然后它的门就在这边，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入口。大家看一下它这边的这个整个设备做得很立体，感觉非常的有震撼力。如果我们走越出来，过了这条红线，这里就没什么回音了。它这个空间超强的。我们现在带大家来参观的这个是慕尼黑皇室的剧院，就在前面这边。我看照片是非常的漂亮。看一下，这就是这种古典的皇家剧院，坐在第2层、第3上面那一层的，这里都是 VIP 的座位。刚结束了整个慕尼黑皇宫了，那我们现在要带大家去花园看一下。走去花园的方向呢，就在它的左边，这一边是慕尼黑皇宫，它的旁边这边呢会先遇到了这个是统帅堂。那我们在去花园之前，先来这个雅提娜教堂看一下吧。哇，这间教堂它非常着重内部的雕工。整个墙壁上都有无数的这个小天使的雕工，而且这间教堂里面整个都是这种洁白的元素，不像之前那些教堂都是有点旧旧的感觉。在这边有电影中常常会看到的这种告解室，大家会进去跟值班的神父说：“上帝，我有罪，可以赦免我的罪吗？”就是在这边告解的。现在来到这边就是
慕尼黑皇宫的花园了。这个花园没有像我们前2天看到的那几个花园这么的夸张的大型，但是呢，它这个很奇怪，它的4个角都有这个像这个超大的斗笠一样，不知道是可能是有看过风水，还是有确认过方位的。那在这个公园中间呢，有一个这个绿色的圆顶。这个也是在德国非常特色的一个建筑，我们几乎到每一个城市都会看到像这样的圆顶的建筑。这个跟我们在慕尼黑皇宫里面看到第一个那个很像泰国的壁雕刻是不是很像呢？它一样是有这种钟乳石的构造，然后上面全部都是这个，这是什么？石头。这个呢？贝壳，全部都是这个贝壳下去做的。这是石头啊，这是贝壳。对啊。那如果出了这个圆顶呢，看到对面的这个圆顶的建筑呢，它就是巴伐利亚州政府的办公室了。那我们今天的慕尼黑皇宫一日就到这边喽。拜拜，我爱你。再去看我们新的活动哦。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整个都被炸掉了，然后现在变成这样，厉害啊！前面那边，整个皇宫都被炸毁了，连里面都可以把它修复完成。这个刚刚那个，连这里都是被炸毁的。最后一个，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麻烦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拜拜。